埃及，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。早在公元前3100年，第一任开国法老美尼斯统一了上下埃及，建立了第一个奴隶制王朝。斗转星移，现代埃及的首都开罗依稀还能寻觅到那些古埃及最辉煌的历史。当我打开尘封已久的黄沙，那些只在书中出现的金字塔也将在我眼前清晰起来。当汽车驶向开罗西南80公里，透过一排排没有屋顶的民房，吉萨金字塔真的出现在我眼前时，此刻那份激动的心情很难用任何语言表达。在5000年的时光中，金字塔对于时间从来没有惧怕过。当我步入这人类最伟大的建筑时，金字塔也向我展开了双臂。它陪伴过人类最伟大的时代，讲述着一串串冒险和传奇。现在呢，我终于来到了举世瞩目的金字塔。看我身后这3个金字塔，是不是闪闪发光的，充满了金光四射呢？其实当然不是了，一派这个灰雾蒙蒙。但是金字塔呢，它并不是闪闪发光才有它的魅力，它有超过5000年的历史。所以说呢，我来到了一个具有5000年历史，而且呢是唯一7大奇迹保存之一的胡夫金字塔，让我的此刻呀，真是心潮澎湃呀。那么就跟我一起去金字塔冒险吧！从这个角度呢看狮身人面像啊，原来它的这个身体后面还挺长的，因为呢平时总是从正面看，觉得这个狮身人面像好像，它挺威严的。从后面看感觉，原来有这么多的这个砖块啊！我身后呢就是斯芬克斯。斯芬克斯呢是传说中的一个妖怪，它是这个狮子的身体，人的头啊。他呢问这个俄狄浦斯呢问了几个问题啊。最关键的是我看到这个斯芬克斯啊，近看呢，其实它这个雕塑呢，我听有人说大，有人说小，我觉得还是挺大的。据说这个斯芬克斯啊，在他的右腿后面呢有一个藏宝的一个密室，密室里面藏着这个亚特兰蒂斯国的很多的秘密。不知道这个密室现在还在不在？那让我们先仔细的看看这个斯芬克斯。哎呀，我刚才看到这个，这上面这个牌子上写的呀，1897到1901年，如果1897的话，到现在2014年的话，应该有117岁。这个博物馆真不愧是世界上的顶级的博物馆之一啊！开罗博物馆是法国考古学家玛丽埃特所建立，馆内设有50个陈列室，收藏文物30多万件，跨越了埃及史前到鼎盛时期的代表作。但是在浩如烟海的藏品中，
最为辉煌的当属图坦卡蒙的财富。这位古埃及最年轻的法老只活了19岁，但是却留给后人了一个惊悚的梦。在他的墓室中出土了大量的黄金制品，永不褪色的黄金便是永恒生命的象征。透过那些雕满图坦卡蒙面容的器具，可以看到这位法老对于生活的热爱。在他的财富中，还有一把座椅最为突出，宝座上的画面便是图坦卡蒙爱情的见证。这位正在为图坦卡蒙身上涂抹油脂的人，便是图坦卡蒙的妻子安卡珊纳曼。可以看出，安卡莎纳曼是一位温柔善良的妻子。图坦卡蒙也能和安卡珊纳曼一同出现在艺术形象中，这仿佛成为了他们爱情的丰碑。1922年，当图坦卡蒙墓室打开时，人们发现在棺木旁边还放着一束早已枯萎的鲜花。这鲜花便是安卡莎纳曼爱的表达，是对亡夫最后的道别。如果说炫目的黄金是图坦卡蒙对生的渴望，那这束鲜花就是图坦卡蒙一生中最大的财富。每一位法老都有一个永生的梦想，也许就是因为曾经爱过。刚才呢，我刚刚看完这个图坦卡蒙的财富，我觉得非常的震撼，非常的华丽。其实这个图坦卡蒙呢，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个非常出名的法老，所以他的文物呢，在3000年里面都没有被盗掘过。直到这个1922年，由这个英国的考古学家呢霍尔凯特呢发现了文物呢，才这个大白于天下。古埃及人认为，太阳神夜间会乘坐一条太阳船，穿过地狱的大河，从东方升起，必于死而复生。所以埃及人认为，法老就好比太阳神，每日会复活，转世。现在呢，我就是在胡夫金字塔下面。胡夫金字塔它的入口就在这个洞里面。这个洞呢，其实呢，当时也是一个盗洞。然后根据当年这个盗洞呢，现代人呢可以进入里面一探究竟。据说这个胡夫金字塔呢，曾经呢是可以随便攀爬的爬到这个最上面。后来呢，之后发生了这个坠亡事件，于是呢，这个警察呢就看着不让那个再往上爬。但是如果是爬个3、4层是没问题的，因为我刚才看有人也在爬，只要不要爬最高就行。但实际上我要是看一下，哇，这有60层楼高还是蛮危险的这石头已经有5000多年了但是呢依然特别坚硬。过去传说呢，这个石头呢可能是混凝土做的我今天就来验证一下。说实话，真的不像，因为这石头明显它就是感觉是自然的一种坚硬和纹路，而且你说混凝土，世界上再坚硬的混凝土，也不可能有5000年历史。这有一个大叔非常可爱Hi OK 我给他了这个东西For you Yeah. What's like that? No, that's you. Brilliant. 这个 Yeah. 人民币嘛，我倒还真没有。省水了还没喝够，是我想的，太干了。开罗夏天室外的温度接近50度，面对这样的高温，我走上开罗街头，寻找防暑降温的良方。没想到埃及人自创的天然饮料真是五花八门，丰富多彩啊！
到了这边呢，然后科技人的这个蒜梅汤啊，吃了好多的，然后这边不是蒜梅汤，有点像那种，甘草。甘蔗涮一涮。它这个店是这边是加过冰的，但是我觉得这个装潢特别好。这边它这个是鲜榨的，而且有这么大一个两块这么大一个。我觉得特别好，味道特别好。这边人都在，老年人在这边休息，但是我发现这边地上泼的都是水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好像他们也挺爱干净的，把屋子里面都用水冲了一遍。哎，但是我看到这边有个教堂，哎，这很不容易啊。Christianity，对？哦 ，yes， 啊。Christianity。哦 ，yes， 这个教堂啊挺朴素的，但是我没想到在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么一个区域里面会看到教堂。看来这个埃及也是有它多元化的这个成分啊，我非常喜欢这种感觉，多元化的。由于误入其中，我步入了这家开罗的小教堂。这里的孩子对我露出好奇的目光。看到这里的信徒聚精会神地聆听，你不得不相信，在这片土地上，人们从来没有丢弃过梦想。这梦想，无论是在神职人员的目光中，还是带领我穿越沙漠司机的表达中，当我再次眺望那高高在上的金字塔，也许这些梦想，就是法老王们未完成的夙愿。带着对开罗小巷美好的回忆，我又将继续踏上我的埃及冒险之旅。我现在从大门我要进去，太强了！227，这要人命的！下周同一时间，雷探长将继续带您踏上埃及的冒险之旅。